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毅，今天来继续给大家讲《天才枪手》第3集的剧情发展。上期介绍了小林是如何团伙作弊，并决定把奖学金让给班克，还和他成为了朋友的剧情。第3集剧情的开始 ，Grace 如愿以偿参加了舞台剧，虽然不是主角，但是表演非常成功，哭戏演得非常逼真。之后 ，Grace 来找小林和阿派，小林和阿派都夸他的演技很好，下一部的主角一定是他了。但 Grace 则表示说不一定，因为竞争对手是长得好看且和评委们关系都非常好的 Claire。又到了考试这天，小林他们又和班克在一个考场上。小林快速地做完题目，并用上次的作弊手法给阿派他们传答案。就在这时，班克突然举手，让在场的作弊团伙们吓了一跳，以为是作弊被发现了，但其实班克只是想要交卷子。等班克走后，小林继续传答案，等到了一定时间后，小林就上前提交了试卷。这时，老师发现小林身后的一名学生在做小动作，老师起身走到了这名学生的面前，让他站起来，并让他将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。这个同学的口袋里掉出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的答案是小林告诉阿派他们的答案。因为作弊的事情，老师决定这次的考试作废，需要重考。小林猜测泄露答案的人就在他们之中，阿派和他们一一的质问了小兵、阿德和阿东3人，但他们都说不是自己泄露的答案。在这时，老师突然将班克叫到办公室，并直接问班克是否有传答案给那个作弊的学生。因为这次考试只有班克和小林的答案是全对的，并且班克和那个学生的座位很近，班克帮他作弊的嫌疑很大。Grace 找这名学生询问情况时，班克也来找他了，并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。这名学生则表示自己不会出卖朋友的。晚上 Grace 给阿派打电话，把没问出任何细节的事情告诉了阿派。阿派让 Grace 不要担心。通话中 Grace 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奇怪，被问到时，阿派则表示自己在举重呢，但事实上阿派是和其他女生在一起。第二天，班克找小林探讨谁会是传答案的人。班克指出，在 Grace 的座位和那名学生的座位之间都是话剧社的人，在他看来 Grace 给他们传递答案的可能性很大。听了班克的解释后，起初坚信不可能是 Grace 的小林有点动摇了。之后，小林单独找了 Grace 向他询问实情。Grace 否认了传纸条的事情，并委屈地哭了出来。小林以为自己误会了 Grace， 并向她道歉，但这其实都是 Grace 的演技。Grace 到电脑室跟阿东说明了情况，并请求阿东帮帮他。他为了拿到下部话剧的主角而答应给 Claire 传答案，却没想到 Claire 将字条传给了其他人。因为阿东喜欢 Grace，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，阿东答应为 Grace 顶包。阿东向众人承认错误，小林要求阿东向老师说明这件事。这时 Grace 站出来为阿东求情，说因为现在老师怀疑着班克，还不需要阿东主动说明这件事。阿派也同意 Grace 的建议。小林因为不想班克成为替罪羊，则提出如果班克受到惩罚，阿东必须出面负责。之后，班克和小林在谈话时看见了新的舞台剧的试镜海报。小林说自己很想看 Grace 演主角，班克同意并说到 Grace 其实挺可爱的。小林则很可爱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可以吃 Grace 的醋吗？”班克却害羞的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是同意送小林回家。新舞台剧试镜结果出来了，是 Claire 胜出。Claire 虽然答应 Grace， 只要 Grace 给她传答案，就不会竞争下部剧的主角。但是 Claire 却说她为了竞争主角这个角色，什么都能做，和 Grace 一样。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愚蠢， Grace 不仅觉得自己对不起小林，也恨自己为了不被发现是传纸条的人而做出的事情。他做出的这些决定让他后悔莫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请期待下期第4集的视频哦。萨瓦迪卡。